马山播音站，看得到对面的楼，还有他们的海滩，这样欧错的沙滩，在海滩上面的战车。走到里面来一点的时候，发现现在有一只超大的水母站在我的脚下。我们现在有一道菜叫做牛肉耍油条，好好吃哦！傻眼，要搬来住吗？有看到蓝眼泪，刚刚很离谱，本来还想说，蓝眼泪在哪里？这样，摄影就是一脚踩进水里。OK， 亮晶晶的，我们看见了。Hello， 各位早安！第3天了，到第1个点，北山古洋楼建立于西元1928年，李家3兄弟所建。他们本来是在菲律宾做椰子事业的，之后就回来盖了这个洋楼，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很好，那中间被共军所占领过，然后有经历过一些枪炮啊，一些历史的冲击过，那就遗留到现在。它的墙壁上，现在我们看得见它密密麻麻的弹孔。战火的无情，它是那时候战争前线的历史证明。这居然是弹孔里面看得到弹壳吗？哇，很难想象当时是什么样子。这真的是弹孔它被枪击过，然后大炮炸过这样。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观光一下，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历史遗迹。好，我们到慈湖了，就在刚刚那个北山古洋楼的附近走不久，他们就在隔壁。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对面有一个长长一条土黄色的，那个就是慈堤。我们昨天晚上看厦门夜景的慈堤。慈湖这边是1969年建的，然后它每一年的10月到3月的时候可以来这边赏鸟。然后它慈堤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后，然后有欧亚水獭，然后它现在就是慢慢的在减少，所以大家要保育生态。有一些季节，慈湖的附近的一些养殖池可能会呈现一些其他颜色，所以大家可以来拍拍照。真的，我旁边这个就是粉红慈湖，它就在慈湖的隔壁的养殖区块这样子。我们刚刚本来要离开，就一往前走一点就遇到这个粉红慈湖，觉得突然遇到桃花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粉粉的，很可爱。我们等一下来拍拍照，看看效果如何。就如果空拍机就是往上拍的话，应该蛮美的。我们现在要去永春广东粥，就直接入境随俗了。OK， 早餐就直接吃粥了。哦，人蛮多的，我们到了。我们点2碗金门粥，然后2个油条，然后1甜1咸的烧饼。然后他们这边的粥每一间都是这样看不到米粒的，粥里面一定有肉丸。我吃出一个感想，我觉得他们就是部队锅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东西全部丢进去这样，因为它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完整的料，不是切碎的，然后一整条油条让你全部这样子下去，好吃，然后再加一些胡椒，很好吃。我们到宅山坑道了，我们进去看看吧。说这台叫什么车？这台叫粉红猪啊，昨天那个是地狱猫，这是粉红猪啊。那下一台呢？下一台就是火焰马，知道吗？我现在有种要入伍的感觉。看这个，哇塞，它这边还有其他的，这要怎么取名啊？取不了了吧？可以，就是霹雳小金鱼。这是什么东西？霹雳小金鱼是吗？对，霹雳小金鱼跟泡泡抹香鲸，这样可以吗？它外面展示的这个，当时可以在宅山坑道里面做进出跟回转的。看等一下宅山坑道到底有多壮观，因为他们那时候费时了5年，然后非常非常多人力这样子。好，我们进来了，超壮观的。823炮战的时候，动用非常非常多人力，然后凿了5年，做了一个可以有42艘小船艇可以进来做来回进出跟回转的宽度这样子。它有地下金门之称。他们这样子凿这个坑道，我真的觉得不得不佩服他们那个时候战争时期的那些弟兄们，怎么凿的非常厉害。然后现在这个宅山坑道啊，当然已经不是做军事使用嘛，他们现在每一年会有宅山坑道音乐节，非常可爱。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网上查一下他们的资讯。海面上会反射上面石头的那个倒影，这样看很美，好像下面是那个深度的感觉。这个坑道它是做了一个大的 A 字形，然后中间有一些小道，然后可以在里面做回转，这样它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船舶可以进来的水道。我现在就是看得目瞪口呆的这样子，出去就是海，直接出海啦，再去厦门啊。一直想要去厦门。对，一直想去厦门。天哪，我会被抓走。好，我们刚刚看完了，我感想就是对那个时候的人致敬，太厉害了！在金门这地方这么多这种他们的一些遗留下来的残骸，就觉得我们最后拿到了金门这块土地，觉得感动。好，我们下一站要去吃酒酿蛋，我们到夜市酒酿蛋了。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吃这酒酿蛋呢？一个蛋跟佛心15块，很有历史文化。金门高粱就是从我们叶家开始创始，才有今天的金门酒厂。前面这个红瓦处有这栋红瓦处的乳臭，才有今天的金门高粱酒。民国40年9月1号，我叔叔叶华珍研究成功金门高粱酒。这栋古镇原本叫金城酒厂，背后这个第2厂。新厂在哪里？在你们桃园路那个有红绿灯2只大酒瓶，有没有？那个第3厂。现在吃刚刚那个夜市酒酿蛋，它吃起来有一点点茶叶蛋的口感，蛮好吃的，甜甜的，不会有酒气的感觉，所以开车是可以吃的。这个夜市酒酿蛋一整圈有5个大景点，所以大家来这边其实是可以大概晃个3、4个小时的。好啊，我们下一个景点是什么？好，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嗨。OK， 拜拜。哦，烤全羊，哇，我们遇到玉米田跟梨花。嗨，牛之牛，它是真牛，哇塞，好大只哦。我们到建功屿了，这个地方它在金城南门吴江溪口。我们等等会看到装置艺术和对岸的郑成功的石像。那郑成功的石像，它是望着他的老家福建，我们去看一下。来这边其实要看那个潮汐，退潮的时候才会出现石板道，然后你就可以走过去，这样子有金门摩西分海之称。然后呢，它这边是潮汐间带，所以它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小小的生物。我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小螃蟹在走了，很可爱。然后它居然还做了石板道，他们在做这个石板道是怎样？ OK， 退潮赶快盖，然后涨潮再赶快跑回岸上，这样子吗？满地烧酒螺，而且它们会动，好想吃！我第一次看活的烧酒螺，嗨，初次见面，天哪，它是慢慢移动哎。我们去看郑成功的石像，他现在看往那边，福建南安。 好帅哦！突然变迷妹是干什么？郑成功的石像下面有这个2个小小的风师爷，我已经来第3天才摸到，这样子直直的站着。 哦，好可爱哟！好，我跟你说，我们就是不能逗留太久，因为如果我们在它涨潮之后才说要回去的话，我们再接下来能回去的时间是半夜3点，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去了。嗨，拜拜，拜拜。好，我们刚刚离开建功屿了，然后现在要去金门酒厂的3厂，就是它的新厂。然后现在的天气其实跟我们第1天来的时候差非常多。那天就是大风大雨，一波三折，然后好像需要穿到羽绒外套那种温度。我真的觉得这边我3天过了1年4季，我为什么常常在做这种事情？
金门酒厂历史馆里面，它就是有很多各式的酒类，然后它有个荧幕，它是那种互动式荧幕，用挥手的方式去跟它做互动，然后看一些金门酒厂里面的资料啊什么的。后面工厂部分是不开放的，它就是这个历史馆跟生活馆购物的地方有开放，大家可以进来走一走，因为这个区域还蛮大的。我没买酒，我买冰棒，因为外面太热了。我们试试看哦。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酒厂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很太热了。大家有看到这个融化的速度吗？因为很狼狈。陈景兰洋楼是一个旅居新加坡的华侨陈景兰，在1921年的时候兴建的一个洋楼。它的特色是建筑上面的雕花，还有它对称的拱门。陈景兰洋楼也是整个金门最大的洋楼，然后它1949年之后啊，有被军方驻扎过，游客必访的一个景点，蛮美的。洋楼内部有2个楼梯，然后空间非常的大，其实地板就有中式的感觉，但是它的雕花跟外观比较西洋建筑。我们现在到它对面的金汤公园看一下自由女神像。陈景兰洋楼前面的金汤公园有一个自由女神像，然后它不一样的是它有翅膀，然后它完完全全面向成功海滩，看出去就是沙滩，然后一面海这样子。我们在金汤公园往上看的时候也很壮观，这边的建筑真的是历史感的，非常的不一样，西式的建筑，中西合并。好，我们去下一个点了。我现在踩在成功沙滩上面，它就在陈景兰洋楼的隔壁。然后成功沙滩呢，跟欧错沙滩每一年都有挖花蛤节，每天的潮汐时间抓一下，2点到3点左右可以在这边挖花蛤，大家好像可以小挖一下，不抱希望的挖。然后呢，成功沙滩一直到欧错沙滩比较靠南边这个海岸线的沙子都是白色的细沙，走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看过去非常的美。然后其实我们从第1天到今天第3天，我们已经来到这边很多次了。因为第1天是看地形，第2天是来这边看有没有蓝眼泪，因为成功沙滩也是一个看蓝眼泪很著名的景点哦。然后他们也有沙滩的那个碉堡比赛，就是金门其实这边活动很多。我们已经开开心心的在那个沿海的地方跳来跳去，准备挖花蛤了。好，我觉得我妹就是非常的快乐。这个花蛤挖了之后呢，回去让它涂点沙，就可以炒来吃。然后据说你可以把它放在保特瓶里面，然后带回台湾，或者你要回到你的民宿去炒来吃也是 OK 的。好啦，我要开始喽。好，我们现在就是花蛤结束，要去吃冰。吃完冰之后，我们就要去机场了。等下再跟大家说我们吃什么冰，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小景点，然后我们没有去到，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去的地方。OK， go。前面的人有在挖我想要去偷看一下。没挖到我刚刚挖半天，然后刚刚看到远方有一家人很可爱的，好像蹲在地上也在挖，然后我就过来问他们有挖到花蛤，小朋友跟爸爸妈妈都非常专业，超可爱的。看得到，我挖到了，好小一颗哦，就这样。OK， 我妹居然挖到了，有不放弃，我就是要挖到，太可爱了，长这样子。没有，我觉得我们把它放生，不要这样。到了寒天楼，是汤圆的，它有咸汤圆跟冰的汤圆，然后他们有个很特别的汤圆叫做酒酿汤圆，我等一下想要点那个。然后呢，这间店它是50年传承老店，听说是很多阿兵哥的回忆。
这边有甜食跟主食，内行人都会点牛肉干拌面，试试看。我们的冰来了，面也来了，然后他们的面条跟汤圆都是坚持纯手工做。你现在吃吃看，我点的是酒酿汤圆。大家有吃过甜酒酿吗？就是那个味道，是芝麻的，而且我觉得我吃得出来它是纯手工的，是热的，像那种冰火汤圆的感觉，好吃。牛肉面好吃吗？这个面条很有嚼劲，我刚刚偷吃了一口，觉得芋头也是必点哎，怎么会有人不爱芋头呢？好吃，很烦哎，很烦这什么？它的芋头很好吃，因为我们是点芋头牛奶汤圆冰，上面还淋了一些炼乳，再让我多吃2口。我吃完这冰，等一下要赶去机场回程了。我们吃完了，非常的过瘾。然后其实这谈天楼走出来的旁边是免税店，我们没有时间逛了，大家可以就是取舍一下，你们时间如果够的话，可以抓出2-3个小时的时间去这边的免税店。我是蛮想逛的，但是逛不到基本上。然后其实金门这边很多古厝，像欧厝沙滩那边隔壁就是欧厝，然后有一个水头古厝。大家想要拍美照的话，其实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想要拍哪一些景色就可以去。我们这一次没有全部都跑，因为全部都跑有点太疯了，因为我们自己民宿就是住在古厝区，所以照片其实拍的也是不少的。我们就去了一些比较难得的景点，例如洋楼啊、坑道啊、海滩，然后蓝眼泪这样，然后吃吃东西。好，我们现在要前往机场，我们要回台北了。我们到台湾啦！金门这个地方，我应该还会再去3天2夜，根本玩不完。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分2次来，或者是多来几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是，你们要把行程的时间点排好，因为他们开门关门的时间比较不一定。然后我们这次来，其实有遇到台北灯会，因为今年的台北灯会办在金门，蛮美的，而且它环境做的还不错啊。然后我觉得在金门最难忘的就是他们那个沙滩，那个白沙真的是太美了。然后我觉得整个那个岛屿这样玩起来，有一种在小岛国家轻松的玩的那种感觉，真的可以替代去一些很远的岛国，因为没有大到需要开车一个点要开到1个小时，斜对角最终端到另外一端大概30分钟左右，可以推荐。好啦，就这样子啦，谢谢收看，各位，拜拜。